男人被2个妹子绑在床上，其中一个用脚抚摸他的胸口，接着又伸到了脸上。男人极力反抗，可四肢都被牢牢捆住，只能不断的发出求饶。但妹子对此毫不理会，抓住男人就是一顿大逼斗，还辱骂他不识好歹。送上门的礼物竟如此对待。原来今天是父亲节，阿伟本打算跟着家人一起去海边，可临行前他想起还有重要工作没做完，只好让妻子带着孩子们去，自己则留在家中工作。深夜，外面下起大雨，一阵敲门声打断了阿伟的创作。开门一看，竟是2个全身湿透的妹子，她们想要去朋友家，结果迷路了，手机也进水坏掉了，更不记得朋友的手机号，所以想借用阿伟的电脑，在网上跟朋友联系。起初阿伟并不是很愿意，可看到已经冻感冒的小美后，他还是心软了，热情的将2人请进了屋。2个妹子也很懂事的脱掉脏鞋，不停的向阿伟道谢。阿伟也没多想，毕竟漂亮的女孩能有什么坏心思呢？他给2人拿来毛巾，让他们擦干头发，又递给小丽平板，让她联系朋友。可结果朋友家离这还有很远，他们想要打车前往，但阿伟却说这里位置偏僻，根本打不到出租车，只能叫网约车。可是因为暴雨的关系，网约车竟然要45分钟后才能抵达。妹子们倒是不介意，只是说想先把衣服烘干。阿伟也不好拒绝，他找出浴袍让2人换上，又倒了2杯热茶，随后接过他们的衣物，一脸严肃地放进了洗衣机。可当他来到客厅，妹子们正抱着他的狗，听着摇滚乐狂欢。阿伟的脸色突然冷了下来，妹子们察觉到有点过了，于是乖乖地坐下，跟阿伟聊起了天。当他们得知今天是父亲节，而阿伟因为工作不能跟家人外出庆祝时，纷纷站起来抱住了他。阿伟被2人弄得很不自在，起身坐到了更远的椅子上。2个妹子相视一笑，画风也从这时变得越来越露骨，全是一些撩拨的话。阿伟很是无奈，他掏出手机，发现网约车还有20分钟才到。为了不再被妹子挑逗，他开始转移话题，问起2人的工作。谁料妹子竟说他们是空姐，说着就要给阿伟系安全带，这谁受得了？阿伟再次起身逃走，而妹子不是露大腿，就是用眼神魅惑，折磨的阿伟不要不要的。他再次掏出手机，还有5分钟就能摆脱了。而这时小丽却算好时间，起身去了浴室。房间剩下2人，气氛更加暧昧。阿伟站起来收拾打碟机，小美也跟了过来，还拿出一张碟片让阿伟播放。音乐响起，小美扭动身体跳了起来，还拽着阿伟和她共舞。阿伟尽力克制，可小美却让他搂住自己的腰。2人越靠越近，就要挨上时，手机响了，阿伟瞬间清醒。小美去浴室喊小丽，阿伟则拿出衣服来到浴室门口，可敲了半天门却没得到任何回应。这啥情况？难不成出事了？阿伟捂住眼睛，慢慢的走了进去。男人蒙住双眼，轻轻推开浴室的门，2个妹子正在洗澡，还邀请男人加入。阿伟不想背叛妻子，可面对如此诱惑，最终他还是沦陷了。第2天醒来，已经是中午12点，他以为妹子已经离开，可来到厨房后，他整个人都傻了。只见2妹子把这里造得一塌糊涂，食物扔得哪哪都是。阿伟上前抱起狗子，强忍着怒火要开车送2人离开，可他们开始耍赖，就是不走，你能咋地？阿伟气急败坏，偏偏这时妻子打来了视频通话。阿伟一路小跑的来到屋外，跟妻子简单说了几句，就以还要工作为由挂断了视频。可一扭头就看见妹子们正在雕塑上乱写乱画。阿伟彻底怒了，掏出手机就要报警。然而妹子们不但不怕，还反咬一口要告他侵犯未成年。出于无奈，阿伟拿出钱包，试图用钱打发2人，结果换来的却是一个大逼斗。阿伟现在后悔莫及，可妹子们完全不在乎，还把音响声开到最大，一边跳舞一边喊着：如果我是 DJ， 你会爱我吗？你会爱我吗？你会爱我吗？阿伟再也无法忍受，他把小丽推到墙边，死死掐住她的脖子，可最终还是撒了手，选择了报警。I'd like to report a break-in. You getting this right? 阿伟将2人送走之后，看着家中的一片狼藉，他收拾了一整天才算完事儿。可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时，客厅突然传来一响。阿伟走近才发现，全家福竟然掉在了地上。可还没等他反就被一棍子敲晕。原来2个妹子又回来了。等阿伟再次醒来，已经被绑在了床上。小美穿着他女儿的衣服，要与他强行打扑克。阿伟宁死不从，小美上去就是几个大嘴巴子，接着薅住头发一顿猛摔。而小丽则拿着手机在一旁录下，还以此威胁阿伟乖乖就范，不然就把视频发给他的妻子。阿伟只好痛苦的接受。小丽把手机架在桌上，要去厨房找点吃的，而阿伟趁机挣脱出一只胳膊，直接把小美推下了床，随后赶紧解开绳子，踉踉跄跄的逃出房间。看到小丽后，阿伟愤怒的冲过去，掐住脖子将她按在墙上，而小丽拿起叉子直接刺进了阿伟的肩膀，接着还疯狂的转动，直到阿伟疼晕过去。等他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被绑得更紧了。小丽换上她的西装，小美换上妻子的裙子，2人扮演节目主持人，要跟阿伟玩一场史无前例的快问快答。
男人被2个妹子绑在椅子上，其中一个走过来给他戴上耳机，再扯掉嘴里的三角布。男人对着他们破口大骂，然而妹子却把音响开到最大。男人被震得满脸通红，只能乖乖的听话。The game hasn't started yet. 小美举着提前写好问题的盘子，小丽则有模有样的读着选项，让阿伟回答。可那问题跟选项都难以启齿，阿伟忍不住在爆粗口。小丽转身加大音量，阿伟被噪音折磨得生不如死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是阿伟的朋友。小美连忙堵住阿伟的嘴，用床单罩住后推到别处。小丽开门迎接，谎称是阿伟的侄女。朋友走进房间，看到满地的狼藉后，对2人产生了怀疑。他问阿伟在哪儿，然而小丽却淡定的想要施展美人计，可朋友根本不吃这套，还说认识阿伟这么多年，从不知道他有侄女。 Police get here before Karen does. 还没等小丽回答，阿伟的呼救声从房间传来。朋友循声找到阿伟，可还没来得及松绑，就看到2人在打砸他心爱的雕塑。于是他丢下阿伟，跑过去阻止2人。看到已经不成样子的雕塑后，他激动的哮喘发作，可摸索半天却找不到药。原来刚刚慌乱中，小丽早就将要顺走了，现在正和小美扔得有来有回。朋友被溜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一个不小心摔死在了雕塑的底座上。阿伟看到这一幕悲痛欲绝，可现在他却无能为力，只能看着2妹子在尸体旁开怀大笑。他们用报纸糊满朋友全身，做成雕塑的样子，塞进了阿伟的汽车里，伪造成是他将朋友杀害。做完这些，他们再次给阿伟戴上耳机，表示游戏继续。面对这2个恶魔，阿伟恳求给自己个痛快。妹子闻言也没了兴致，于是便在院里挖起了坑，决定黎明前就送阿伟上路。而阿伟则趁机用双脚够到了平板，尝试着用语音给妻子打电话。可好巧不巧，偏偏赶在了妹子们要中场休息，他被逮了个正着。小丽拿起平板，二话不说扔出了屋外。为了惩罚阿伟，他们开始肆意破坏家里的摆设，就像2只发了疯的野兽，把房间糟践得一塌糊涂，还在阿伟的头上扣碗，帮他剪掉帅气的刘海。阿伟被他们玩弄得接近崩溃，只能看着2个疯子在面前胡作非为。这时，一颗红色的蛋摔在地上，里面竟然装着一把手枪，这下变得更好玩了。他们给阿伟松绑，给他30秒的时间逃跑，说着就转身一本正经地数了起来。阿伟赶紧来到厨房，拿了把刀就往门外跑。可太着急，没看见脚下的推车，不仅被绊倒，刀还丢到了车下。阿伟真的太惨了。然而更惨的是，天渐渐的亮了，他被2人五花大绑的推进深坑，妹子们疯狂的往里填土，不管阿伟如何呼救，他们都无动于衷。很快，阿伟就剩了一个脑袋露在外面。小丽走到阿伟身后，解开了他嘴里的布条，说想要获救其实也简单，只要给妻子打电话，坦白对我们做过的一切，告诉他自己是个渣男就可以。阿伟别无选择，拨通电话后，他就开始忏悔。说着说着，突然一声大喊Call 911! I've been kidnapped by 2 girls! 小丽收起手机，又重新绑住他的嘴，接着举起一块石头就要往他头上砸。 No! 1, No! 2, No! No! 看到阿伟吓得不轻，妹子们心满意足，起身就要去祸害下一个目标。看着2人的背影，阿伟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可下一秒，2妹子又返了回来，阿伟快要疯了。好在小丽只是来还他手机，只不过在还之前，把昨天的录像帮阿伟上传到了网上，并且还插在了他的面前。阿伟彻底崩溃，而2妹子则抱着他的狗，潇洒的头也不回的离开了他的家。看着视频的热度不断上升，阿伟奋力的挣脱出一根手指，想要把视频删除掉，可结果一个不小心，却推倒了手机，还点了一个大大的赞。我了个去，本来一个幸福完美的家庭，就这样被2个疯子毁于一旦。不过电影本身无非就是让我们深思人性的弱点，千万不要企图去探究每个人的内心，因为即使是最正直善良的人，面对巨大的诱惑时，又有谁能保证最后是天使还是恶魔来支配你的身体呢？